欢迎回到投资硬总经。最近金融时报的一篇报道引起了广泛的讨论，有人说中国的创业环境崩溃，也有人说数据不准确，因此我们今天就来聊聊中国创投业雪崩其实是政府自毁长城。金融时报在2024年的9月中旬报道了中国创投行业彻底崩溃的状况。文中引用数据供应商 IT 橘子的统计，中国的新创企业从2018年的巅峰，一年成立51302家新公司，然后到了2023年却只剩下1202家，这5年衰退的幅度竟然高达 98%。这所带来的影响让各个科学园区、新创中心以及各地的办公大楼出现了大量闲置的情况。之前我们在第25集的时候曾经用中国酒精与非酒精饮料的消费数据，以及青年失业率和人口老龄化等指标来推论中国正走向资产负债表衰退。除了透过这些数据来检视经济状况之外，从创业家对于景气的敏感度来观察也是另外一种方式。从图表中可以看到，创投企业所募集的美元资金2018年是第一个高峰，疫情结束的2022年是第二个高峰。这其实不难理解，2018年以后是因为美中贸易战开打，所以造成资金逐年减少。至于2022年的高峰，则是大多数外资都预期在疫情封城结束之后，经济会有报复性的反弹，而许多海外投资人基于这个乐观的判断，才出现了2018年之后的另外一个高峰。过了2年后，我们再回来看，这群国际投资人的损失应该是蛮巨大的。在此同时，不论是以美元募集的创投资金，还是以人民币募集的创投基金规模，都呈现大幅萎缩的状态。我们可以看到2023年6月，红杉基金把中国部门分拆，成为独立的红杉中国基金，不再共享法务、技术、财务与投资资讯，其实就是标准的外资撤退行为。外资撤出的原因，除了地缘风险不断升温，使得投资环境恶化之外，另一个原因在于，本来美元基金入股中国的新创公司所带来的技术，扶持中国企业成长之后，未来能够在美国以新股上市的方式达成资金退出的目的，但现在却行不通了。怎么说呢？在继续说明之前，让我们工商一下，财讯今年50岁了。一直以来，我们都持续替读者与观众带来详细的报道，并持续追踪产业动态，让投资人能够掌握投资脉动。如果您也认同我们经营的理念，欢迎您加入频道会员，支持我们继续带来更多精彩的内容哦。我们可以看到金融时报的另外一个图表，这是创投基金所募集的人民币基金，从2017年见到高峰之后每年下降，一直到2022年之后出现断崖式的崩跌。这个资金募集走势与美元计价的基金募集非常不同。根据财讯专栏作家索贝克的解释，A 股企业上市的本质并不是要让企业能够获得资本市场的帮助，相反的是让中国企业的大股东可以套现。索贝克举了2个例子，第一个是蚂蚁金服，它在2020年11月上市前被突然喊卡，当时蚂蚁金服收了10轮以上的创投资金，上市前估值高达3150亿美元，准备募集340亿美元，号称是史上最大的新股上市集资额。当然我们都知道蚂蚁金服的上市并没有成功，许多准备退出的人民币创投资金只能让钱继续套在里面。账面上蚂蚁金服只有不到 2% 在创投基金手上，但是中国的招股说明书中有个实质的漏洞，那就是它没有能力揭露真正的最终受益人。比方说某个大股东 A 持股 20%， 其中 10% 是代持，那么这位大股东会把代持的 10% 股票存到另外一个账户，成立一个同名的信托基金，让其他股东以不同的比例持有。而这样的基金不论背后有多少最终受益人持股，招股说明书只会有大股东 A 的名字。因此当许多 A 股上市公司在上市后，如果出现大股东一路卖股票的情况，背后的原因就会很难厘清。因为这种募集到的人民币创投资金并不是真正的创投资金，它背后所牵涉到的股东人数与股权结构都非常的复杂。简单来说，账面上卖股票的是大股东，但背后很多却不是真正的大股东，他们的持股成本很低，甚至没有成本。他们要卖的股票是看总金额，不是看总股数或股价。而这种形式的卖股，就是人民币创投资金从资本市场退出的形式。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为什么2022年之后
创投行业募集的人民币资金也出现断崖式的崩跌了呢？索贝克举了第二个例子来说明，那就是2021年7月滴滴出行在美国偷渡上市被中共痛打的事件。滴滴出行的大股东是联想控股创办人柳传志，是中国 IT 行业的教父级人物。柳传志的女儿柳青在滴滴出行担任在美国新股上市的执行长。2021年趁着共产党欢庆成立100年时在美国上市，结果公司被罚款80亿元人民币，应用程式也被中国各网络平台下架。美国上市的 ADR 更在2022年6月被迫认赔80%下市。滴滴出行这个案件在2021年下半年开始被查，如果问中共政府从什么时候开始严打中国境内资金出逃国外，那么从2021下半年对创投行业的全面严格追查就是关键转折点。除了这两个例子，我们还可以看到2023年2月安排过中国各大科技股初始投资的华兴资本老板包凡突然失联，之后在香港上市的华兴资本被迫停止交易1年半，公司重新挂牌交易后股价少了70%。在这种肃杀的背景下，谁还敢将资金投入创投基金呢？那就更不要说中国证监会为了撑盘中国 A 股，长期勒令大股东不准卖股票了。总结来说，中国政府严打中国企业境外上市，导致外资无法退出，让美元创投资金被迫停止流入中国。另一方面，创投行业被中国政府严查，并长期阻止大股东卖股票，导致人民币创投资金缺乏退出管道，就是中国创投环境干枯的根本原因。更白话一点，大概就是中国创投整个行业挂点是中国政府自毁长城的故事。财团粉丝们，您认为中国的创投行业还有投资的价值吗？ A. 没有，缺乏流动性，资金难以撤出。 B. 有，数据引用不全，实际情况没有那么糟糕。C. 无法判断，需要更多的资讯佐证。留言告诉我们吧。今天的投资硬总经到这边告一段落，喜欢这个节目的观众记得帮我们按赞与分享哦，我们下次见。